一家公司一年吃掉 255.5 亿度电，占掉全台湾总用电的 9%。同一家公司每天要喝掉 20.8 万公吨水，做出一片12寸晶圆的当量，平均要用掉161公升。厂里有84512个人在轮班，一年送出1290万片晶圆。而在台中的海边有一座电厂，10部燃煤机组，每一部550万瓦。2020年那一整年，它发出 279.2 亿度电，烧掉1229万公吨煤。255.5 亿度 279.2 亿度，一家公司一年用掉的电，跟一座曾经挂过全球最大燃煤电厂名号的怪物一整年发出来的电居然站在同一个量级上。我们平常讲护国神山，讲的都是人，张忠谋怎么创业，工程师怎么3班轮，良率怎么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守下来，可为什么偏偏没有人讲电？这座山每天真正在吞的东西不是人，是电，是水。而这2本账公司自己每年都会公开，一项一项写得清清楚楚，只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并排放在桌上算过一次。这件事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一集我们把这座山当成一间巨型工厂，账本一页一页翻，一年几度电，一天几吨水，一片晶圆要几公升，多少人在里面轮班，占全台用电几个百分点，还有这些数字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全部给数字，不评论，不打分数，只记账。不过在开始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先说死，不说会误导你。255.5 亿度和 279.2 亿度，这2个数字不是同一种东西。台积电那 255.5 亿度是全球用电，新竹、台中、台南，加上美国亚利桑那、日本熊本、中国南京、德国德勒斯登，全部加总起来的一个数。台中电厂那 279.2 亿度是一个厂址，一座电厂一整年发出来的电，一个是公司全球加总，一个是单厂产出。所以我们能讲的只有一句话，这2个数字量级相当，不能讲台积电把台中电厂整个吃掉了。这一集接下来每出现一次对照，我都会把口径重新讲一遍，因为数字最会骗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数字本身，是口径。好，开始数。第一笔账电 255.5 亿度，这个总数公司自己还拆过。2024年这 255.5 亿度里面，非绿能 219.4 亿度，绿能 36.1 亿度，绿电占比 14.1%， 累计签下的再生能源契约是 4.4 吉瓦，对外定的目标是2030年绿电占60%， 2040年100%。先把 255.5 亿度换算成人听得懂的东西，一年有8760个小时， 255.5 亿度除以8760，等于平均每一个小时 291.6 万拳，也就是2916万瓦。这是什么概念？台中电厂一部燃煤机组是550万瓦，2916除以550等于 5.3。 换句话说，这家公司等于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挂着 5.3 部台中电厂等级的燃煤机组，满载发电，一秒都不熄火。不是尖峰时段才这样，是平均值就这样。还可以再切细一点， 255.5 亿度除以365天等于一天7000万度，7000万度除以24小时等于1小时 291.6 万度，再除以3600秒等于每一秒810度。810度是什么概念？一般台湾家庭一个月用电大约345度，这个数字等一下还会再出现，810除以345等于 2.3。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每滴答1秒吃掉的电就等于一个家庭整整烧2个多月。你念完刚刚那句话，那边已经过去好几千度，而且这个810度不是尖峰值，是把全年8760个小时全部摊平之后的平均。半夜3点是这个数，过年那几天也是这个数。这座台中电厂等一下还会一直出现，我们给它取个绰号，就叫它煤尺，一把用煤做成的尺，专门用来量看不见的度数。这把尺我们后面会用很多次，换成别的发电方式再量一次。台湾海上目前主流的离岸风机，一部大约800万瓦，2916除以8等于365，一部风机对应一天，刚好1年。但这里有个陷阱要讲明白，风机不可能全年满转，
风有大有小，也有停的时候。离岸风场实际的年发电量通常只有装置容量的3到4成，所以真要用风力填满这2916万瓦的平均负载，需要的风机数量不是365部，是要再乘上2倍半到3倍，接近1000部。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累计签下 4.4 吉瓦再生能源契约听起来很大，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牌子上挂的 4.4 吉瓦跟真正流进厂房的度数是两回事。 4.4 吉瓦就是4400百万瓦，数字上确实高过2916万瓦的平均负载，可是绿电要看的是真正发出来的度数，不是牌子上的容量。真正发出来的度数是多少？2024年绿能 36.1 亿度，占 255.5 亿度的 14.1%， 还可以再逼近一步。36.1 亿度除以8760小时等于 41.2 万零，也就是412百万瓦。每尺一部机组是550百万瓦。换句话说，2024年全公司所有绿电加起来的平均出力，连每尺的一部机组都填不满。牌子上的容量跟真正流进厂房的度数中间就差这么多。这里顺便把一个很常见的误会拆掉，绿电占比 14.1%， 讲的是全公司全球加总的用电，它不是说台湾厂区有 14.1% 的电来自绿电，也不是说台湾的电网里有 14.1% 是绿的。三个说法长得很像，指的却是3件不同的事。再换一个角度，2024年台湾全国总消费电力是 2838.2 亿度， 255.5 除以 2838.2 等于 9%。 全台湾每烧掉100度电，就有9度是进了这家公司的厂房，而且这个比重是跳上来的。2020年台积电用掉 160.5 亿度，占全台还不到 6%，4年多了3个多百分点。3个百分点听起来很小，我们换算成度数 160.5 亿度到 255.5 亿度，中间差了95亿度。台湾在4年之内多生出95亿度电塞给同一家公司。我们把这件事再放慢一点看，4年多3个百分点，平均1年多 0.8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是多少度？全国用电 2838.2 亿度， 0.8% 大约是 22.7 亿度。22.7 亿度除以8760小时等于 25.9 万一，也就是259百万瓦。换句话说，这家公司平均每一年新增出来的那一块用电就要接近半部每尺机组专门去发，不是总量要半部，是每年多出来的那一块要半部。还可以再换一种比法，依经济部能源署2025年2月公布的统计，2024年台湾住宅部门用电534亿度，占全国 19%， 是历年新高。全台湾所有的冷气、冰箱、电视、洗衣机、电灯全部加起来534亿度。一家公司 255.5 亿度， 255.5 除以534等于 47.8%。 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一家公司的电表跑出了全台湾2300万人家里电表加总的将近一半？拆到单一个家庭更清楚。依台电公布的住宅用电资料，每户平均每月用电约345度，非夏月308度，夏月6到9月会升到418度，一年抓345乘12，大约4140度。255.5 亿度除以4140度，答案是617万户。617万个家庭，整整一年的电全部塞进一家公司。617万户还可以再比一次。有说法指出，台湾目前的总户数大约940万户，617除以940等于 65.6%。 换句话说，全台湾每3户就有2户，一整年的用电量加起来刚好等于这一家公司的年度电表。当然这只是换算，电实际上不是这样分的，可是量级就是这么大。还可以再拆一次，台湾人口大约2300万，255.5 亿度除以2300万等于每一个台湾人一年分摊1110度。你家电费单上那个数字一个月大概300多度，也就是说每一个台湾人身上都额外挂着一台看不见的电表，一年跑1110度，跑的是同一家公司的机台。那这 255.5 亿度到底是被什么吃掉的？有说法指出，一座先进晶圆厂的用电
大致可以分成3块。第一块是制成机台、曝光、蚀刻、薄膜、离子植入，每一台都是吃电大户。第二块是无尘室的空调与送风，温度跟湿度要锁在很窄的范围里，风要一直吹。第三块是场务系统、超纯水制备、特殊气体、冰水主机、真空帮浦。最违反直觉的是第二块，很多人以为电都被机台吃掉了，可是无尘室要维持每小时几百次的换气，那些风扇跟冰水机一年365天不能停，机台还可以排维修，空调不行。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算产线今天完全没有投片，这座厂还是在吃电，而且吃的不会少太多。这是它跟一般工厂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工厂停工就省电，晶圆厂停工只是停止产出，电还是照吃。讲到这里，先把第一个反方摊开来。有人会说，拿一家工厂去比住宅用电根本不公平，工业本来就吃电，这是常识。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我们比的从来不是道德，是量级。住宅那534亿度是2300万人的日常，这家公司那255.5亿度是一家法人的产线。把它们放在一起，不是要说谁该让谁，是要让你知道一条产线可以长到什么尺寸。数字本身不会说谁对谁错，它只负责告诉你这件事有多大。而且住宅那534亿度本身也不是一条稳定的线，它会被天气拉高，会被季节拉低，夏天跟冬天差6%。工厂那255.5亿度不会，它一年到头几乎贴在同一个高度。所以这2个数字摆在一起，除了量级之外，还多告诉你一件事，一个会呼吸，一个不会。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对照，2024年台中市全市用电350亿度，蝉联6年全国县市第一。台积电255.5亿度，是台中市全市的3%。一家公司用掉全台湾最会吃电的那座城市3/4的电。第二笔账，我们把煤尺本身也数一遍，因为你要拿尺去量东西，就得先知道这把尺长什么样。台中发电厂装置容量5824百万瓦，里面有10部燃煤机组，每一部550百万瓦，另外还有4部燃气机组。光燃煤的部分10乘550就是5500百万瓦，550百万瓦是55万，一部机组55万。台湾有些县市全县的用电需求还不到这个数。它从2006年到2017年是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电厂，整整挂了11年，之后才被中国泰州、南韩泰安与当今超越，退到第4。2020年那一年，它发了279.2亿度电，烧了1229万公吨煤，而它被核准的年用煤上限是1600万公吨，1229万吨除以365天，等于一天3.37万吨。台中港北边有一条码头，专门给运煤船靠，船一靠上来，抓斗就一斗一斗的挖，输煤皮带，把煤一路送进室内煤仓。那2座煤仓高55公尺，大概20层楼，最宽的地方110公尺，加起来一次可以吞下115万公吨煤，115万除以3.37万等于34。2座20层楼高、110公尺宽的煤仓塞到满，只够这座电厂烧34天。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这2座煤仓是室内的。为什么要做成室内？因为露天煤堆会扬尘，把煤关进2座55公尺高的封闭建筑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工程账。20层楼高，110公尺宽，里面装的不是办公室，不是机房，是煤。会来这里卸货的是10万吨级的运煤船，1229万除以10万，等于一年要靠123艘船，平均不到3天就得来1艘。所以那123艘船不是夸饰，是必须。船不来，煤仓1个月就见底，一天3.37万吨也可以换成卡车，用20公吨的卡车来装，一天要1685车次，1685除以24小时等于1小时70车，再除以60，等于不到1分钟就得进来一台。一座电厂光是把燃料搬进大门就是这种节奏，而这还只是搬，还没开始烧。1229万公吨到底有多少？我们换一种载具来想，用一台载20公吨的卡车来装，是61万多个车次。一台卡车连车头大概12公尺，
61万多台首尾相接排起来，长度超过70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台湾南北全长大约400公里，7000公里等于这条卡车队在台湾岛上来回跑了将近9趟。而这只是一座电厂，一年那个1600万公吨的核准上限也值得看一眼，1229万对1600万，等于它2020年实际烧的量是被核准量的7%，上限跟实际之间还留着371万吨的空间。371万吨是什么？是37艘10万吨级的煤船。那能不能把两边直接换算成同一种东西？可以，但要很小心。1229万吨煤发出279.2亿度电，这是这座电厂2020年的实际账。台积电要255.5亿度，255.5除以279.2等于 0.915，0.915乘上1229万吨，答案是1124万吨。也就是说，如果把2024年这家公司一年的用电全部拿每尺这种效率的燃煤机组去发，大约要烧1124万公吨煤。1124万吨，用10万吨级的煤船运是112艘，一年112艘满载的煤船开进一家公司的电表。这座换算出来的煤堆，我们也给它一个绰号，就叫黑色小山。它有多大？煤的堆积密度大约每立方公尺 0.8 公吨，1124万吨除以 0.8 等于1405万立方公尺。如果堆成一个底面100公尺乘100公尺的方柱，高度会超过1400公尺。台湾最高的那栋建筑物大约500公尺，这座黑色小山是它的2倍半还有多。而这座山只是一家公司一年的电。但这里必须讲第二次口径，煤是燃料投入，度是电力产出，中间有锅炉效率，有厂用电，有输配损失，两者中间不能画等号。黑色小山不是真的存在，它的作用只是帮你把亿度这种摸不到的单位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体积。实际的电来自整个电力系统的燃料组合，不是任何一座单一电厂，也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燃料。第三笔账，水。而水这本账比电那本更容易被误读。台积电每天在台湾3大科学园区所需的总水量超过 20.8 万公吨，拆开来看，竹科约 5.6 万吨，中科约 5.3 万吨，南科约 9.9 万吨。20.8 万吨是什么概念？一座标准的50公尺长、25公尺宽、平均2公尺深的游泳池，大约2500吨水。20.8 万除以2500等于83，一天83座标准泳池，不是一个月，是一天。换一种载具再想一次，一台水车载20吨，20.8 万除以20等于10400台，一天10400台水车开进3个科学园区，不是缺水的时候才这样，是每一天再换到人身上。有说法指出，台湾每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大约280公升。20.8 万公吨就是 2.08 亿公升，除以280等于74万人。一天74万人的生活用水全部走进3个园区的管线，74万人大概是台湾一个中型县市的全部人口。而且这些水不是用一次就丢，公司做到的是一滴水进厂区平均可以使用 3.5 次，等于一滴水创造出 350% 的使用率。一滴水用 3.5 次是怎么做到的？厂内把废水依照污染形态分成30几种类别，各走各的管线，各有各的回收流程，不是一根大水沟全部混在一起再处理，是30几条路各自处理，再各自回头使用。这件事真正的难度在于，它必须在完全不影响良率的前提下做，超纯水的规格差一点点，晶圆就报废。所以 3.5 这个数字不是省水口号，是30几条管线换来的。拿另一座台湾的巨型工厂来对照，中钢每日用水量约 11.6 万吨，其中 57% 来自再生水，制成水回收率 98.5%。台积电 20.8 万吨，中钢 11.6 万吨，台积电是中钢的 1.8 倍。这个 1.8 倍还有另一层意思，中钢是炼钢，用的水多半走冷却，规格没有那么刁。晶圆厂不一样，它要的是超纯水，水进了厂还得再脱掉里面几乎所有的离子跟微粒。也就是说，同样1吨水走进这2座工厂，后面接的处理程序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1.8倍讲的只是量，没有讲到质。接下来是那个最常被引用也最常被误解的数字161公升。永续报告书列的单位产品平均耗水量2024年约161公升，单位写的是每片12寸晶圆当量。必须讲第3次口径，这个161公升不是一片晶圆从进厂到出厂只喝161公升，它是内部的用水强度指标，计算的时候要用光照层数去校正。一片先进制成的晶圆要跑上千道工序，几十道光照层，真正走完全程用掉的水远远不止161公升。真正值得看的是这个数字的走向。2020年 128.4 公升，2024年161公升，4年涨了 25%。 那为什么会涨呢？不是管理松掉了，是制程越先进，光照层数越多，清洗步骤越多，每一道都要用超纯水冲，制程往前推一个世代，水就跟着往上加。161公升本身也能换算，家里那种20公升的桶装水，161公升等于8桶，8桶水换一个校正后的单位产出。而先进制成一片晶圆要走的光照层数是几十道起跳，8桶乘上几十道，你就知道那条数字为什么会长成一天 20.8 万吨。那161公升为什么老是被误读？问题出在单位里的2个字，它写的是每片12寸晶圆当量。当量这2个字很容易被跳过，可是这2个字才是重点。晶圆有8寸，有12寸，制程有28奈米，有3奈米，用水量差好几倍。要把它们放进同一个分母，就得先折算成一个虚拟的标准单位。换句话说，161公升不是任何一片真实晶圆的用水量，它是一个折算过的管理指标。公司拿它来看自己一年比一年好不好，外界拿它来当成一片晶片喝掉多少水，这2件事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所以正确的读法是这样，看161这个绝对值意义不大，看 128.4 到161这条走势才有意义。同一把尺，4年之内量出来的数字涨了 25%， 那就代表制程是真的变吃水了。还可以换到人身上，一个成年人一天大概喝2公升水，161除以2等于80，一个单位产出的耗水等于一个人80天的饮水量。而这家公司一年出货1290万片。再看年总量，这家公司的年用水量2020年是7700万立方公尺，2023年首度突破1亿立方公尺，1亿立方公尺就是1亿吨，1亿吨除以365天等于一天 27.4 万吨。你发现了吗？这跟前面那个 20.8 万吨又对不上，因为口径又不一样了。20.8 万吨算的是台湾3大科学园区的每日水量，1亿立方公尺是全球年度总取水量。这是这一集第4次提醒你看口径。那台湾是怎么喂这条每天 20.8 万吨的管子的？2021年，台湾遇上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那一年之后，再生水这件事被推上桌。台南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2022年底正式营运，靠一条长 9.5 公里的地下输水管线，把再生水送进南科，供应台积电、联电、群创。目前日供水量 1.55 万吨，2028年要提升到2万吨。1.55 万吨除以 20.8 万吨等于 7.5%。 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再生水能把缺口补起来的时候，这个 7.5% 把话说完了。全台第一座专门供应晶圆厂的再生水厂全力运转，只补上一天用水的 7.5%。 那为什么不多盖几座呢？这里不评论任何政策，只给时间。一座再生水厂从动工到稳定供水中间是好几年，而一座晶圆厂从动土到装机量产，快的话2年多。盖厂的速度比盖水快，这条线我们后面还会用到。第4笔账，人跟骗术。一年报2024年底，全球员工总数84512人，创历年新高。光那一年就招进1万多名新人。有说法指出，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突破9万人。84512人是什么概念？台湾不少乡镇全镇人口还不到这个数，也就是说，这家公司自己就是一个中型城镇，只是这个镇不睡觉。再看产出，2024年晶圆出货量达1290万片，12寸晶圆约当量，1290万片除以365天
等于一天 3.5 万片，1290万片除以84512人，等于平均每个员工一年扛153片。再看速度，1290万片除以8760小时，等于1小时1473片，除以60，等于1分钟24片。你听完刚刚那句话的时间里，产线已经吐出10几片晶圆。再切细一点，1分钟24片，等于每 2.5 秒就结算出一片12寸晶圆当量。84512人也可以再拆，晶圆厂是3班轮替，这8万多人里面还包含研发、业务、管理，真正贴在产线上的那一群再分成3班，所以任何一个时刻真正站在厂房里的人比84512少很多。这件事值得停一下，一天 3.5 万片的产出不是靠人堆出来的，是靠机台1秒不停堆出来的。人做的事是让机台不要停，这 3.5 万片背后是机台不能停，曝光机、蚀刻机、炉管24小时运转，人可以3班轮替，机台不能。一片先进制成的晶圆从投片到出货要走好几个月，上千道工序，中间任何一段时间断电、断水、断气，那一批就报废。所以那 291.6 万拳的平均负载跟那 20.8 万吨的日用水不是用得多而已，是1秒都不能断。这条1秒都不能断的电流跟水流，我们就叫它1秒线。这一集最后会回到它身上。而且有说法指出，晶圆厂最怕的其实不是停电，是瞬间电压骤降。真正的断电有备源，机台会安全停机，可是电压在0点几秒之内掉一下再回来，机台不会关，制程却已经歪了，那一批可能要等到几个星期后量测才被发现。所以1秒线这个绰号其实还说轻了，它不是1秒，是0点几秒。那为什么0点几秒就会出事呢？因为厂里很多机台都在做极度精密的动作，曝光机的平台在移动，蚀刻腔体里的电浆在维持，炉管里的温度在爬升，这些动作对电压的稳定度非常敏感。有说法指出，一次电压骤降造成的损失往往不是一片，是好几个批次的再制品。而在制品这3个字的意思是，那些晶圆已经走了好几个月，已经吃掉了好几个月的电跟水。所以1秒线真正贵的地方不在那一秒的电费，在那一秒后面拖着的好几个月。还有一件事要补，前面算的2916万瓦是平均值，可是一般工厂的负载是有起伏的，晶圆厂不太有，机台在跑就在吃电，无尘室的空调更是全年无休，所以它的负载曲线比一般工厂平得多，也比住宅平得多。住宅用电夏天会冲到418度，非夏月只有308度，中间差36%。晶圆厂不会，它一年到头都贴在同一条线上，这对电网来说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它可预测，坏消息是它不会让。讲到这里，该把最强的反驳摊开来了，因为前面那个 9%， 其实有人反对这样算。反驳是这样的， 255.5 亿度是全球用电，里面包含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厂区用掉的电，把全球用电拿去除以台湾的全国用电，得到 9%， 这个算式本身就对不起来。真正压在台湾电网上的度数比 255.5 亿度少，这个反驳是对的。而且我们还能替它加一条佐证，海外据点已经连续多年做到电力零碳排，全球办公室100%使用再生能源。可是全公司加总起来2024年的绿电占比只有 14.1%， 海外那一段跟台湾这一段用的根本是2套电。那为什么公司自己还是这样列，媒体也这样报呢？因为就2024年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误差还不大，绝大多数产能仍然在台湾，海外那几座厂当时都还在起步或初期量产，他们吃掉的度数占 255.5 亿度的比重很小，所以 9% 在2024年是勉强站得住的近似值。但关键在下一句，这个误差从2026年开始只会越拉越大。有说法指出，2026年的法说会把当年度资本支出从原本的520亿到560亿美元上调到600亿到640亿美元。海外那几座厂也陆续从装机走向量产，海外产能一放量，全球用电除以台湾用电这个算式，误差就会被拉开。所以正确的态度是，
9%这个数字有保存期限，它是2024年的答案，不是2028年的答案。第二个反驳更技术一点，拿1229万吨煤去兑 255.5 亿度电，本身就是混用单位，这个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黑色小山是换算，不是等号。第三个反驳是最多人问的，那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特别浪费？这一集不打分数，只记账，但几个数字可以摆出来让你自己判断。一滴水用 3.5 次，这是全球半导体业拿得出手的水准。单位产品耗水量从 128.4 公升升到161公升，原因是制程物理，不是管理松懈。至于电，有报告指出，先进制程超过50%的能耗集中在少数几类设备上，这是制程本身的结构，不是灯没关。好，过去的账结清了，接下来是这一集最硬的部分，未来那本账。国际信评机构标普全球做过一份评估，里面说2023年这家公司的用电量占台湾总用电的 8.4%， 到2030年这个比重可能达到 15.6%， 电力需求相较2023年会增加大约2倍， 8.4% 到 15.6%， 6-7年翻将近1倍， 15.6% 是什么概念？我们换算一下，那代表全台湾每烧掉6度电，就有将近1度是进同一家公司的厂房。而 15.6% 这个比例还可以拿煤尺再量一次，量出来的东西会吓你一跳。台电自己估2030年半导体业用电800亿度，占全国 24.34%， 倒推回去，那一年全国用电大约3287亿度，3287亿度乘上 15.6%， 等于512亿度，512亿度除以8760小时，等于585万拳，也就是5853百万瓦。5853除以550等于 10.6。 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台中电厂总共就只有10部燃煤机组，加起来5500万瓦。也就是说，如果标普那个 15.6% 成真，到2030年把整座曾经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电厂所有燃煤机组全部满载，一整年不熄火，发出来的电还不够为这一家公司量电的那把尺，被量的东西已经比尺长了。而这个数字不是凭空推的，它有很具体的来源，一座一座算得出来。2026年4月21日，南部科学园区楠梓园区开发计划召开第2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依当时的报道，公司规划在高雄楠梓设立5座2奈米晶圆厂，这个开发案预估合计年用电量112亿度，等同高雄市一整年住宅加商业的民生用电规模。112亿度是什么概念？2024年全球用掉 255.5 亿度，112除以 255.5 等于 43.8%。 也就是说，光高雄那5座2奈米厂全开，就等于在现在全球的用电量上再加4×4。再拿煤尺量一次，112亿度除以8760小时等于128万节，也就是1280百万瓦。1280除以550等于 2.3。 高雄那5座厂等于一年到头挂着 2.3 部煤尺，机组不熄火。112亿度也可以换到人身上，前面算过，2024年每个台湾人身上挂着1110度，112亿度除以2300万人等于487度。也就是说，光高雄那5座厂开起来，每个台湾人身上那台看不见的电表一年就要再多跑487度，从1110度变成1597度。而这5座厂是同一家公司13座工地里的其中5座，而这还只是楠梓，把预计由兴达电厂供电的沙仑园区一起算进去，这一整包新增的用电大约201亿度，几乎等同高雄市2025年一整年的总用电量。一包开发案抵掉一座直辖市，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园区。依2026年7月的报道，公司正在台湾兴建13座先进晶圆厂与先进封装厂，新竹宝山与高雄的2奈米厂已经在2025年底陆续投产，2026年进入产能爬坡。中科启动更先进制程的扩厂工程，嘉义科学园区的首座先进封装厂预计2026年底前完工装机。
13座不是规划中的13座，是兴建中的13座。13座是什么概念？一座先进晶圆厂的建厂成本动辄几千亿新台币起跳，13座同时在盖，代表的不只是钱，是同一时间要有13份土地、13份水、13份电、13批人，而其中电这一份是最没办法临时生出来的。土地可以征，人可以招，机台可以买，电只能盖。再把13座放进时间里看一次，一座先进晶圆厂从动土到装机量产，快的话2年多。也就是说，这13座不是分散在10年里慢慢长出来的，是压缩在很短的几年之内一起上来。前面说过，盖厂的速度比盖水快，这里要再补一句，盖厂的速度也比盖发电机组快。一部大型机组从规划到并联，中间同样是好几年。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2种工程的时间刻度本来就不一样，一边用年在算，一边也用年在算，可是起跑点差了一大截。那台湾的电够不够？这个问题我们不评论，只给台电自己讲的数字。2026年7月27日，台电对外给了3组数，半导体产业总用电量2026年估520亿度，负载约700万；2030年估800亿度，负载约1070万拳；2035年估突破1100亿度，负载约1460万拳。这里要讲第5次口径，也是最后一次，520亿度、800亿度、1100亿度，指的是整个半导体制造业，不是台积电一家。台电同时也把占比算了出来，半导体用电占全国的比重，2026年是 17.71%， 2030年来到 24.34%， 大约每4度电就有1度供半导体使用。到了2035年推升到 30.38%， 大约每3度电就有1度贡献给这个行业。那现在的位置在哪里？2025年台湾全国用电约 2867.3 亿度，半导体制造业用电 423.8 亿度，约占全国 15%。 从2025年的 15%， 一年跳到 17.71%， 这不是10年后的事，是今年的事。10年后，台湾每烧3度电，可能有1度是为了做晶片。这里要讲第4个反方，而且这个反方很强。所有2030年、2035年的数字全部是估的，标普那个 15.6% 是估的，台电那800亿度是估的，占比也是估的。估值会被景气改，会被制程改，会被良率改，会被一句法说会的话改。拿估值去吓人本来就不诚实，所以我们把话讲到刚刚好就停。已经发生的是2024年那 255.5 亿度，是那 9%， 是2020年到2024年之间多出来的95亿度。这几个数字不是预测，是已经记进账本的事实。至于后面那几格，只能说一句，方向很清楚，数字待补。顺带把另一个常被误会的对照补上。2025年台湾资料中心的用电占全国大约 0.5%， 换算下来约15亿度。过去5年 AI 资料中心的用电申请案暴增到79件，可是真正已经接上电有实际用电的只有4户，15亿度对 423.8 亿度。真正在吃台湾电的从来不是那些被讲得很凶的资料中心，是晶圆厂。这2个数字差了28倍。79件申请对4户实际用电，其实还说明另一件事，申请不等于用电。一个案子从申请到真的接上电，中间要盖、要等、要过关。所以你看到的每一则扩厂新闻都不是明天就会出现在电表上的度数，但晶圆厂不一样。2025年那 423.8 亿度是已经在跑的机台，已经在转的风扇，已经在烧的度数。一个是还没发生的申请，一个是正在发生的账单。这个对照还可以再挖一层，79件听起来很多，可是申请只是把名字写进名单，真正要接上电，中间要选地，要盖，要拉线，要一关一关过。而晶圆厂那 423.8 亿度已经在电表上实实在在跑了1整年，一边是名单，一边是账单，只差1个字，中间隔的却是好几年的工程。好，账数完了，我们回到台中港北边那条码头。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我们今天拿来当标尺的这把煤尺
它自己正在被拆掉。依台电公布的规划，台中电厂燃煤1号机与2号机在2026年底除役后拆除。2期新建的高效率燃气副循环机组陆续上线之后，3号机到10号机也会依序除役或转为警备。台电对外定的目标是最迟在2034年底前完成台中电厂无煤供电。换句话说，我们拿来量电的这把尺本身就有保存期限。2020年那1229万吨煤是2020年的事，所以这一集所有的对照都必须标上日期。还有一件事要补清楚，免得你听错，台中电厂要除役的是燃煤机组，不是整座电厂。2期的燃气机组会陆续接上来，发电这件事不会停，停的是烧煤这件事。所以煤尺会消失，度数不会消失，我们只是失去了一把很好用的尺，尺要换了，可是被量的那一边还在往上涨。255.5亿度，全台 9%， 2020年还不到 6%， 标普算到2030年可能 15.6%。 高雄5座2奈米厂一年112亿度。台湾正在盖的先进晶圆厂与封装厂13座，每天 20.8 万吨水，一滴用 3.5 次，单位产品耗水量4年从 128.4 公升涨到161公升。84512个人，一年出货1290万片12寸晶圆。这些数字摆在一起，会逼出一个很不浪漫但很难反驳的结论：护国神山不是靠人撑起来的，是靠电。人可以加班，可以3班轮，可以拼良率，电不行。一片走了几个月，上千道工序的晶圆，中间断电1秒钟，那一批就是废料。所以这座山真正的地基不是厂房，不是人才，是那条1秒线，是1秒都不能断的电流，和一天 20.8 万吨同样1秒都不能断的水管。下次再听到护国神山这4个字，你可以先想那2座20层楼高的煤仓，想那123艘船，想那把2026年底就要开始拆的煤尺。那不是比喻，那是账本上一笔一笔抄下来的数字。